大家好，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绍一部是不是后无来者我不知道，但绝对是史无前例的动画《钢管公主》。女主角星野的奶奶有一家天文馆，因为客流量不够，导致年年亏损，因此她的奶奶决定要关闭天文馆。虽然星野和好朋友莉莉娅都舍不得就这样放弃，但又实在想不出什么办法。直到一天晚上走夜路的时候，他们看到有人在公园那里翩翩起舞，星野立即想到拯救天文馆的办法。我相信大家都懂的，那就是成为学员偶像，不对，是一起跳钢管舞来吸引客人。女主角这奇思妙想真是令我惊呆了。你确定那些人去天文馆是真心看星星的？不过幻想一下某偶像番全员在台上跳钢管舞的场面，那得多壮观。另外，哪个人会大半夜的在公园跳钢管舞？莉莉娅赞成星野的提案，他们希望对方能教他们，但是对方拒绝了。原来对方就是开学校教钢管舞的，可是他打算把学校关了，所以爱莫能助。星野之前就放弃了芭蕾舞，原以为现在找到另一样令自己热衷的事物，但谁知道对方不愿意教。可是莉莉娅没那么容易放弃，她上网找到对方的学校，拉着星野直接进去了。对方叫亭子，他看见他们这么有干劲，他也想教，只是他的学校没有学生，没钱交租金，才不得已要关闭，想继续营业，至少要4个学生。莉莉娅表示这简单，我们帮你找学生不就可以了吗？她夸下海口，但发现真要做成功是意外的难。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同学和身边的熟人都拒绝了，他们以为对方是认为钢管舞太难了，所以才不敢尝试。但是我想说，这肯定不是主要原因，好不好？于是莉莉娅决定扩大范围，直接对路人出手。他们把目光锁定在一个妹子身上，然后就一副可疑的模样接近对方，但是对方表示没兴趣。因为一提到钢管舞，他联想到的就是美国那边的性感舞蹈。直到星野给他看了一段视频，对方才有了兴趣。他的名字叫林，是一个 coser， 所以他想穿上自己做的衣服跳钢管舞。为了感谢他们的努力，亭子叫了披萨外卖。因为刚刚不小心把啤酒洒在地上，他脚下一滑，把披萨扔出去了。幸好外卖员一个华丽转身接住。他问对方要不要学钢管舞，对方拒绝了。看出对方有练习体操的底蕴，亭子没打算就这样放弃。对方名字叫卯，以前是一个知名的体操选手，但后来不幸受伤，被迫放弃体操。而亭子以前就一直练舞，后来因为同样的原因被迫放弃，然后钢管舞给了他一个新的奋斗目标，所以他特意盛情邀请卯一起学习钢管舞。他们终于有4个学生，可以正式开始练习了。亭子示范了一些基本动作，然后让他们开始最基本的爬钢管。这看上去很简单，但做起来是意外的难，要长时间保持在钢管上不滑落下来，对手臂、双腿、体力和平衡性各方面的要求都很高。虽然练习辛苦，但他们都没有因此放弃，反而觉得很开心。本来的课程是1周1次，但看到他们这么积极，亭子按1周1次的价格给他们1周2次。而莉莉娅甚至想上3节课，只是亭子不懂他们这样迫急学习的理由是什么，有什么目标吗？星野觉得难以启齿，莉莉娅见状就随便编了一个理由。莉莉娅知道星野是担心叫其他人帮忙会被拒绝，毕竟只有他们2个是想用钢管舞为天文馆招客。但莉莉娅觉得这没什么，如果他们不帮忙，大不了我们一起干就是了。怎料他们觉得把天文馆作为舞台这想法不错，纷纷表示支持。然后他们聊到国内钢管舞首席队伍的队长尤佳丽，星野的表情变得很复杂。得知星野的目标，亭子很仗义，不仅把课程调成1周4次，还提出各种建议。林和卯也为能帮到星野而努力，不过星野自己却出现了问题。之前自己一直能做到的回旋动作，现在居然使不出来，而表演的时间就是明天。星野不希望他们担心，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他们，自己留下来练习，但无论怎么练都练不好。他很害怕自己会像以前一样在大会中失败。他们倒是很贴心，直接带着食物回去找星野，还鼓励他不要害怕失败。因为亭子在社交媒体做宣传，天文馆当天居然坐满了客人。他们穿上林准备好的衣服，然后开始表演。在这里的舞蹈片段就不放了。表演顺利结束，他们心里都充满了成就感。既然已经完成了这个目标了，那么接下来该做什么呢？结果亭子给他们拿了一个主意，那就是参加比赛。到这里，这动画就结束了。
其实这动画就是为他的剧场版动画做的宣传片，可惜的是我还没有办法看他的剧场版，所以没办法讲接下来的内容。但不得不说，这里面的舞蹈是真的挺好看的，不要误会，这些舞蹈都是有同一个人跳的。看到各种高难度的动作，我是真的佩服。只是钢管舞的口碑不是很好，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色情行业。但把那些抛开不论，我还是挺喜欢看。所以我做这个视频真不是想让大家嘲笑这部作品，因为我是挺喜欢看一些新颖的题材，就算剧情有可能会很烂，但比很多烂俗的作品，对我而言，这看起来要更有意思。另外，我在下面放了动画角色的舞蹈视频连接，有兴趣的可以去看看，有些歌还是不错的。